其实啊，现在会有很多人觉得生化武器的杀伤力可能比核武器还大。那这里就要说一下1995年3月20号发生在日本的地铁沙林事件。它大概的内容是，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在通勤高峰时期的千田线和丸之线的车厢内释放了含有神经剧毒的沙林气体，那直接就造成了14人凋亡和6000多人中毒。那这个可以说是在战争之外人类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那更厉害的是啊，奥姆真理教它除了使用化学武器，还在日本境内偷偷的研究过生物武器，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目标，就是毁灭整个日本。所以啊，就研究了包括肉毒杆菌在内的炭疽菌和致死率非常高的埃博拉病毒。但不幸的是啊，他们投放生物武器的计划最终是没有成功。大家好，今天聊为什么国际条约会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那它在现代社会里要是真的被使用了，又会造成怎样的伤害？那其实说白了，这种武器它就是使用细菌、病毒、毒素，或者直接利用动物、昆虫之类的生物去攻击敌人。那它跟普通的武器相比，优点就是很难的会被发现。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武器从古代战争一直被用到了现代的战场上。比如在3000多年前的土耳其地区，就有一个帝国因为瘟疫大爆发而衰败了。那根据推测，应该是有人把感染病毒的患者当成武器给投放了过去。那到了近代，只有2战时期的日本用过类似的武器，所以才说那日本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区啊。那在1972年国际上签订的生物武器禁止条约，主要呢是为了禁止生物武器的研发和生产，其中还包括储存和使用。那提出禁止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这种类型的武器啊，它跟其他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还不太一样。那它除了会伤害大量的平民之外呢，还会破坏粮食生产和生态环境。那最重要的是，一旦使用了生物武器，谁都没有办法控制后果，那甚至就连使用者本人也逃不过被伤害的命运。那虽然啊，就算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证据能证明流行病就是这种武器引起的，但是从2020年的全球疫情，大家也能看到，只要让传染病开始扩散，那很多时候就不是人类可以掌握控制的了。那现在都知道了，生物武器的感染力和破坏力越强，能给敌人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那问题是啊，你反噬到自身的力量也会越大，这就让一部分人觉得这个武器太危险了，伤敌1000自损1000就没啥意思了。但对于那些恐怖分子来说啊，根本也不会担心什么生态问题或者损害自己的身体。所以越小的地区，思想越极端的人，那使用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对瘟疫的恐惧胜过对原子弹的恐惧。那这种害怕的心理也正是恐怖组织所需要想看到的。但其实生物武器它是分很多种类，所以每一个不同种类你使用出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那其中有针对人类的，比如炭疽菌、天花病毒，还有针对畜生和农作物的，比如口蹄疫和植物病菌。而且生物武器说的也不单单是微生物，它其中还包括了昆虫和老鼠，都可以用来传播瘟疫。那正常来说啊，这种武器它有2个很大的优势。那首先就是非常容易的得到，因为大部分的病原体是都不需要研发的，那直接在自然界里就可以找到。那相比核武器来说，生物武器的制造技术就简单太多了。那其次，生物武器一般都需要几天之后呢才会发病，它是有个潜伏期的。那在这个阶段，投放武器的人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逃走。那等到受害者发现的时候啊，可能人类啊、畜生啊或者农作物啊早就已经被破坏的不像样子了。那还有一点啊，是它跟其他武器不一样的地方，就起码你能知道是谁在打你，但生物武器就不一样了，基本上你是找不到谁放的。那就拿炭疽菌来说，它应该是目前最有可能被当作是生物武器的病原体。那一旦接触了，皮肤感染的死亡率在20%左右，肺部感染的死亡率直接超过了90%。那虽然说炭疽菌基本不会在人和人之间传播，但它的孢子啊却可以在大部分的环境里存活很多年。那只要有心啊，就非常的容易被传播。那举个例子啊，在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里，从上风口2公里的位置投放50斤的炭疽菌，那根据计算啊，可能会让10万人丧命，13万人失去行动能力。那影响的范围直接就超过了20公里，
甚至连牲畜也会被感染。那想一下，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整个城市的运转基本就瘫痪了。而生物武器最大的影响不单单是它伤害生命，更多的是按照现在的信息传播速度，但凡出现这样的事儿啊，就会被媒体和社交软件快速的传播，引发大量的恐慌情绪。那这也是有真实案例的，比如美国的炭疽菌事件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啊。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不久之后，恐怖组织啊就把炭疽菌的包子装进信封里，寄到了美国电视台和国会议员办公室，那直接就造成了22个人被感染，5个人直接死亡。那这件事出现的伤亡虽然不大，但就算如此，还是让大量的民众甚至几千万人啊都以为自己也感染了炭疽菌，开始跑到医院去检查。那甚至有些傻子还会把白色的粉末装在信封里给寄出去，那进一步的加大了恐慌。那想想看啊，就连美国自称最先进的国家，也花了整整7年的时间，才找到了这个投放炭疽菌的嫌疑人。那所以才说啊，哪怕是一场普通的流行感冒，在恐慌中也一样的会被夸大。那尤其是最近生物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比如克里斯伯 Cas9 的基因编辑技术啊，那简单的说就是它可以在 DNA 特定的位点插入或者改造基因。那这就代表未来的人类一定会制造出更恐怖的生物武器，比如让病菌拥有抗生素和耐药性，或者可以逃过免疫系统的拦截，那甚至啊可以让它更便宜更快的被制造出来。而在未来更可怕的是，一定会出现一种针对某个人特定的病原体，也就是为你量身定造的生化武器。那这就不是在像之前的瘟疫了啊，一个村里总会有存在抗体的人可以存活下来。那如果出现这种针对的武器啊，那就真的是可以杀人于无形了。那最后，科技呢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只有使用的人不一样。因为生物科技的发展技术虽然可以大幅度的提高生物武器的威力，但它同样也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那这个视频啊，只是简单的聊一下生物武器的破坏性，包括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但也完全的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安全的地方。